娘，快吃，这是我趁人不注意偷偷捡回来的。我叫秦瑶，我爹是当朝御史，我娘曾是青楼花魁。进门后，我爹嫌弃她身份低贱，对她不管不顾，大夫人处处折磨她，发了烧也不肯给请大夫。我娘硬是烧坏了脑子，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。你个贱种，竟敢偷本小姐的寿包！那是我的东西，你也配吃？小姐恕罪，我娘已经3日没吃过东西了，求求你！偷东西偷到主子头上，真是天生的下贱胚子！来人，押去见老爷！我爹最重名声，当年他意气风发，却意外醉酒，与青楼花魁生下了我。他一直怀疑是我娘算计他，所以我和我娘便是他此生最大的污点。今日是依依生辰，把这2个贱人带上来作甚，坏了大伙的兴致。老爷，这丫头手脚不干净，偷了依依的寿包，若不严惩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坏了您的名声？下贱之人生的孩子，果然也是一路货色。来人，请家法。所谓家法，就是用荆棘条狠狠打在背上，那上头都是尖刺，一棒下去，痛彻心扉。这傻子既然想拦着，那就连他一起打。这种家法，我和我哑娘都受过多次，每次都会遍体鳞伤，足足要养上1年半载。受完家法后，再打断他的手，让他知道，有些东西不是他能觊觎的。那半个寿包，代价是我的左手。我娘为了给我求一个大夫，在书房门前跪了1天1夜。真是晦气！来人，找大夫给他接上，别死在府里。娘，滚！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！这是我离死最近的一次。自此我便明白，我在他们眼里甚至不如一只狗。伤好以后，我开始学着察言观色，讨好大夫人和秦依依，任由他们打骂。只有这样，我和我娘才能活下来。生的这副贱样，和你娘一模一样，还不快收拾了！是，只要再忍一忍，等我及笄嫁人，就能带娘一起脱离苦海。这便是我唯一的希望。圣上有旨，秦府嫡女秦依依即日起入宫伴驾，庶女秦瑶为陪嫁丫鬟，一同前往。我等了这么久，等来的却不是成婚，竟是入宫为奴。皇宫不过是另一座吃人的地狱。爹，求你念在父女之情，让女儿嫁个普通人家吧。女儿不进宫，一辈子不会进城都行。你以为你凭什么能活到现在？哼！你这副皮囊是依依在宫里最好的助理，你娘在我手里，你若敢不尽心，她随时都会死。我终于明白，这么多年卑躬屈膝的活着，竟是因为我这张脸。恭送大小姐。他们从未把我当曾人，我和我娘始终只是他们权谋中的玩物。你快回去！回去！既然你们非要我进那吃人的深宫，那便看看最后到底是谁吃谁。最终我还是跟着秦依依一起进了宫。秦依依入宫就成了秦婕妤，我依然是她身边的洗脚婢。我爹对我不喜，对秦依依却是真心疼爱，琴棋书画悉心教导。秦依依的才女之名，京城无人不知。当今皇上喜欢才女，对秦依依很是宠爱，一连侍寝了3日，宫里人都知道秦婕妤是皇上心尖上的人。第4日，听说皇后头风犯了，皇上才去了皇后宫里。
这才断了秦依依多日的侍寝。我侍奉她向来小心，在外人面前，她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，但是只有我知道，她从小就十分恶毒。婕妤，今天是太医院特意配的木瓜汤，用来沐足，可活血暖膝。你是嘲笑今日皇上不来我宫里，我一个人会脚冷心凉，是不是？奴婢该死，请娘娘恕罪。对于秦依依的蛮不讲理，我已经习以为常。认错是最好的办法，否则等待我的必然是更多的折磨。记住你的身份，奴婢知道。这熏香的味道，皇上很喜欢，所以秦依依要求我们日日都要用，绝不能断。我一直谨记，不是为秦依依，而是因为这熏香是我翻身的希望。不知道皇后和皇上说了什么。之后皇上虽然也经常召秦依依侍寝，但是却没出现连续3日的情况。为此，秦依依在宫里发了很大的脾气，但她也不敢对皇后如何，只能折磨我来出气。我始终忍着，因为我在等待一个机会。既然我爹和大夫人让秦依依带我入宫，那绝不可能只是让我给秦依依洗脚。此后3个月，秦依依终于怀了皇嗣。谢皇上恩典，谢谢娘娘恩典。皇上大喜，赏赐了院子所有人。皇上，我来宫里3个月，从未有机会接近皇上，因为秦依依始终不许。只要皇上过来，我都会被秦依依赶走。秦瑶，你过来。奴婢在，娘娘有何吩咐？你知道父亲让你跟我进宫是为了什么吗？奴婢不知道。你蠢笨胆小，出身卑微，上不得台面。唯一的优点是你的脸实在是好看。我如今怀了皇嗣，头3个月不能行房事，所以你替我好好伺候皇上，千万不能让皇上被其他贱人勾搭过去。但你要记住你的身份，也要记住你那痴傻的娘亲还在府里。如果不想她死，就要安分守己。你只是我的替代品，要是有不该有的心思，我定然让你和你娘求生不得，求死能。看吧，果然如我所想，我这颗棋子如今到了上场的时候。是午膳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当今皇上，剑眉星目，英武不凡，一身龙袍尽显无尽帝王之气。而我也确实遗传了我娘的容貌，成功的被她注意到。我心中畅快，同时也清晰的知道，皇上能对付秦家这些人的，也只有当今皇上。至于皇上，他必然已经洞察到了秦依依的美意了。婕妤娘娘，皇上说今日午膳用的糕点不错，请宫里再送点过去。说得很含蓄，但是秦依依和我都明白，送点心的重点不是点心，而是送点心的人。我知道，我翻身的机会来了，而且这个机会只有一次，我必须抓住，绝不能失败。宫里早就安排好了，接应的嬷嬷，他们伺候我梳洗，教导我侍寝要注意的地方。你身上这香味和秦婕妤的香薰很像啊。皇上恕罪，奴婢罪该万死。何罪之有？奴婢在秦婕妤的香薰中加入了一些奴婢自己用的竹香，所以皇上才会觉得相似。为何要在秦婕妤的熏香中加入竹香？
秦婕妤喜欢熏香，但是熏香味道过重会影响身体。这竹香是我用10种竹子的竹叶炮制的，能清热养神，调养身体。奴婢担心秦婕妤身体，所以私自加了一些在熏香中。秦婕妤，你知不知道？奴婢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恕罪。当今皇上喜爱诗文，自诩文人，文人爱竹，所以我入宫后就开始调制着竹香，加在秦依依的熏香中。皇上很是喜爱，而今日我擦竹香，就是要引起皇上注意。这是你一片忠心，朕恕你无罪。你也爱竹，我自然知道我长得美，再加上如此小女儿的神态，我不信有男人能抵挡这个诱惑。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竹子虽不粗壮，但却正直坚韧挺拔，不惧严寒酷暑，万古长青，所以奴婢很喜欢。好一句，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秦家果然是清流人家，连一个庶女也饱读诗书。对于皇上知道我是秦家庶女的事，我毫不吃惊。不过皇上现在如此说，也正合我意。皇上，能不能不要告诉我爹，我偷偷读书？为何？爹爹说，嫡庶有别，姐姐身为嫡女，需要才华傍身，我只是小小庶女，只要乖乖听话就好。是我偷偷看姐姐上课，偷学了一些，已经犯了爹爹的忌讳。如果让爹爹知道，他肯定会生气的。当今皇上也是庶子，当初还是皇子时就被嫡子太子压迫，嘲笑身份。皇上最忌讳嫡庶有别。我现在如此说，虽不能立刻伤到爹爹，却能让皇上对他印象大跌。以后你可以光明正大读书，朕准了。朕喜欢你读书。谢谢皇上，皇上你真好。男人这种生物，不管什么地位身份，都喜欢被女人崇拜。之后便是一夜无眠，皇帝很是贪恋我的身子，直到天微微亮才肯睡去。奴才送您回去。有劳了。妃嫔侍寝之后，除了皇后娘娘，其他人都要被送回自己的院子。我还没有自己的院子，所以只能又被送回秦依依的皮香殿。奴婢见过娘娘。哟，舍得回来了？我还当你是忘了披香殿的门朝哪儿开呢。奴婢不敢。得了，把补药喝了。昨日母亲入宫带了你娘写的家书，你也顺便看看，她都说了些什么。果然，她才不会这么好心，这些便是她挟制我的手段。所谓的补药，不用说，我都知道是避子汤。秦依依是不会允许我怀上龙翼来当做与她争宠的筹码的，尤其是此时还拿出我娘的信，威胁的意味很明显。记住你的身份，有些东西不是你能肖想的。这药是为你身体着想，免得你福薄受不住天恩。我要忍，再忍一忍，只有怀上皇嗣，我才有资格和秦依依斗一斗，我和我娘才有保命的本钱。娘，您再等等女儿，很快女儿就会把你接出来，过好日子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秦氏庶女秦瑶，温婉淑德，深得朕心，擢晋封为美人，赐珠玉缎帛100匹，明珠10壶。嫔妾领旨谢恩，皇帝赐封我为美人，赏了几个服侍我的人，不过却没提要赏我院子。
所以我依然要和秦依依住在一个院子。我知道必然是秦依依使了手脚，她是婕妤，不是一公主位。我按理说是要清出她的院子，没想到发生了变故。显然，她是要把我放在她眼皮底下，让我帮她顾宠，顺便盯着我的一举一动，免得我超出她的掌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等着看吧，看到时候是谁比较膈应。之后每10天我都会被安排侍寝一次，同样每次回来秦依依都会送来避子汤，每一次我都会很痛快地喝掉，不过事后我都会抠吐掉。恭喜姚美人，你这是有喜了，已经1个月了。筹谋许久，我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，我的筹码终于来了，现在该轮到我反攻了。我怀了皇嗣的消息，不到1盏茶的时间，整个后宫都知道了。正如我所料，秦依依很快也来了。婕妤不可动气，小心肚子里的小皇子啊！来人啊！姚美人对本宫不敬，给本宫杖打10下，尤其是她的肚子，好好照顾一下。本宫还真没看出来你这贱人还有这种心思。本宫今天让你知道，就算你怀了皇嗣，依然是本宫手里随意拿捏的玩意儿。给本宫打！婕妤，你三思啊！这伤害皇嗣的罪名，我们担当不起啊！生下来才是皇嗣，在肚子里面只是烂肉而已。出了事自有本宫承担。本宫怀着皇嗣，皇上看在皇嗣面子上，也不会对本宫如何的。你以为你耍的花招，本宫不清楚？你让太医大肆宣扬，找人通知皇上，不就是希望让皇上看到本宫谋害皇嗣吗？很可惜，本宫让人把你派去御书房的人拦下了。现在你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本宫今天就打死你这个贱人，让你知道，就算在宫里，本宫也能随时捏死你。我从来没有轻视过秦依依，她不是笨蛋，有这个操作，我毫不奇怪。还敢笑！给我动手！好好教训这个贱人！放肆！臣妾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秦依依算到我请了皇上，却没算到我早早也请了皇后。来人，将这2个洋棍的太监拖出去杖毙！披香殿所有宫人重打10大板。秦婕妤德行有亏，谋害皇嗣，即日起禁足半年。姚美人，本宫不介意帮你出一口气，但如果主动搅风搅雨，本宫也不会客气。第1次对决，我赢了。禁足意味着撤掉绿头牌，他再也没机会见皇上。你受委屈了。传旨，封姚美人为姚婕妤。皇上听说我怀了皇嗣，很是高兴，见皇后已处理，便默许了对秦依依的责罚。娘娘，秦婕妤的贴身宫女买通了守卫，混在御膳房采购车里出宫了。出宫？他是请救兵去了。秦依依被禁足，但我知道他绝不会坐以待毙。秦城入宫要见我，帖子里还藏着我娘的簪子，这就是我那好爹爹，他在威胁我。父亲深夜入宫，费尽周折见我一面，就是为了给我送这支木簪。瑶儿，你入宫有些日子了，为父怕你忘了根本。你娘在府里甚是挂念你，整日抱着这木簪流泪，连药都喂不进去。他还是老样子，3言2语便捏住了我的死穴。娘是我的底线，他明明知道。你这婕妤是怎么当上的？你心里清楚。依依是你嫡姐，她腹中那一胎才是秦家的希望。
你既已得了圣主，就该知道感恩，好好辅佐你姐姐，莫要生出不该有的妄念。父亲的意思是，让我做姐姐的踏脚石，哪怕牺牲我腹中的孩子。一个庶出的孽种，如何能与嫡出相比？只要你听话，等你姐姐生下皇子，为父自会保你娘衣食无忧。否则，你娘那种病秧子，哪天夜里不小心走了水，也是常有的事。你疯了？笑什么？父亲，你真当我还是秦府那个任人打骂的小丫头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是你爹！爹，你拿我娘的命威胁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你是我爹？我告诉你，秦城，我受够了！你敢动我娘一根汗毛，我就敢在侍寝的时候用这根簪子扎进皇上的喉咙！你这个疯子，你想诛九族吗？九族，好啊，反正我娘若死了，我活着也没意思。拉着你，拉着秦依依，拉着整个秦家给我娘陪葬，我赚了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爹，你赌得起吗？疯子，简直不可理喻！你给我等着！娘，对不起，女儿只能用这种法子暂时吓退他。我必须更快往上爬，才能真正护住你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爹竟然连个贱丫头都收拾不了，还被他吓回来了，简直丢尽了秦家的脸！秦瑶，你敢威胁爹？好的很。既然你这么在乎那个哑巴贱人，本宫就让你知道心痛的滋味。去，安排人出宫，给府里传个信儿。娘娘，这是秦府派人送进来的，说是大夫人赏您的。打开看看。娘，那是娘的耳朵，那是娘戴了一辈子的银环。秦依依，大夫人，你们怎么敢？我不能哭，不能叫，不能让他们看笑话，他们就是要看我崩溃发疯。我偏不！这笔血债，我秦瑶记下了，来日必100倍奉还。爱妃这是怎么了？白日里还好好的。回皇上，姚婕妤这是经济过度，动了胎气，需要静养，万万不可再受刺激。瑶儿，告诉朕，是什么把你吓成这样？皇上，臣妾怕，臣妾好怕。别怕，朕在这里，谁敢吓你？臣妾这几日总是做噩梦，梦见姐姐她拿着刀，说要挖了臣妾肚子的孩子，给她的孩子偿命。皇上，臣妾知道姐姐不是有心的，她只是太想要个皇子了。可是臣妾真的好怕，臣妾怕保不住咱们的孩子。这皮香殿，臣妾一刻也不敢待了。岂有此理！他竟敢如此擅动！你是朕的婕妤，怀的是朕的皇嗣，谁敢动你？我必须利用皇上对皇嗣的重视，彻底摆脱秦依依的控制。只有离开这里，我才能真正施展拳脚。瑶儿莫怕，朕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和孩子。
传朕旨意，姚介于晋封为姚嫔，即刻领出披香殿，赐居碎玉轩。谢皇上隆恩。终于离开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。从今天起，我秦瑶便是一宫主位。但这新来的奴才里，不知掺了多少各宫的眼线。既然入了碎玉轩，往后便是一家人。只要你们忠心办事，本宫绝不会亏待你们。春桃，赏。但若有人吃里扒外，心怀不轨，秋菊，你袖子里藏的是什么？本宫宫里容不下手脚不干净的东西。来人，拖出去重打20大板，送去慎刑司。都看清楚了，这就是被主的下场。恩威并施，方能御下。在这个宫里，善良是最无用的东西，只有让他们怕你，他们才不敢背叛你。娘娘息怒，姚嫔娘娘已经搬走了，皇上还赏了好多东西。皇上这几日天天都去看她，贱人，竟敢利用皇上搬出披香殿！本宫不过被禁足几日，她竟爬到嫔位上去了。秦瑶，你以为搬出去就能高枕无忧了？做梦！本宫绝不会让你把孩子生下来。既然爹没用，那就别怪女儿心狠手辣了。咱们走着瞧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孩子，娘终于给你挣来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你放心，娘一定会护你周全，绝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秦依依，你我之间的战争才刚刚开始，你加诸在我娘身上的痛苦，我定要你10倍奉还。事情都办妥了。回娘娘，奴才已经把东西混进碎玉轩的药渣里了，只要煎药时火候一到，那药性便会渗入汤中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做得好，这镯子赏你了，拿去当了，足够你那赌鬼老天还债了。谢娘娘大恩，谢娘娘大恩，奴才这条命以后就是娘娘的。记住，管好你的嘴，若是漏了半个字，本宫让你全家陪葬。齐瑶，你也配怀龙种？本宫倒要看看，这一胎你能不能保得住？红花入腹，神仙难救。娘娘，药煎好了，趁热喝吧。太医说了，这药得按时服用，才能固本培元。我娘曾是青楼花魁，那种地方最不缺的就是安撒手段。我自小便在脂粉堆里打滚，对各种药物的气味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。这碗药里除了当归白瑶的苦味，还夹杂着一丝带着腥甜的异香。春桃，去把窗户关上。娘娘，怎么了？是药太烫了吗？好手段，不是砒霜那种烈性毒药，银针试不出来。这股腥甜味是红花，分量极轻，若非我自幼对气味敏感，根本察觉不到。秦依依，你果然按耐不住了。春桃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药是谁煎的？回娘娘，是御药府送来的药包，奴婢亲自看着小厨房的李嬷嬷煎的，中途并未经过他人之手啊。李嬷嬷，她是你看着煎的，那药渣呢？你可曾检查过药渣？奴婢疏忽了，奴婢以为……糊涂，在这宫里最不能信的就是以为。娘娘，您这是……
这药里被人下了红花。红花，那可是虎狼之药啊！是谁这么狠毒，害娘娘和腹中的小皇子？娘娘，咱们快去禀报皇上，让皇上做主啊！除了披香殿那位，还能有谁？不可贸然告状，没有证据，只会让皇上觉得我无事生非。而且分量极轻，太医未必验得出来。那咱们该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算了？算了，怎么可能？他既然送了我这么一份大礼，我自然要好好回敬他。你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好痛，好痛！我的肚子！娘娘，您再忍忍，太医马上就到了。娘娘脉象紊乱，隐有滑胎之欲，这是动了胎气呀！太医，救救我的孩子！求求你！微臣定当竭尽全力，快准备艾灸，再去煎保胎药来。秦依依，你想要我的孩子死，那我就让你看看，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这场戏才刚刚开场。混账！朕的后宫竟然出了这种暗撒事儿，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谋害皇嗣，简直无法无天！皇上息怒，都是臣妾福薄，护不住皇上的孩子。瑶儿别怕，朕一定会为你做主。朕倒要看看，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。太医，你来说，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动了胎气？微臣检查了安胎药渣，在里面发现了微量的红花粉末。红花竟敢在御赐的安胎药里动手脚，给朕彻查！皇上息怒，臣妾建议立即封锁碎玉轩和小厨房，将所有接触过药材的人全部拿下审问。准！此事交由慎刑司去办，无论牵扯到谁，绝不姑息。还不招？来人，上夹棍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奴才招，奴才全都招！说，是谁指使你干的？是披香殿的秦婕妤娘娘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诬陷嫔妃可是死罪。奴才不敢撒谎，是秦婕妤给了奴才一支玉镯，让奴才把红花混入药里，求大人饶命啊！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臣妾自己也怀着身孕，怎么会去害瑶嫔妹妹的孩子？这一定是有人陷害臣妾。小案子已经招了，是你用玉镯收买了他。这只玉镯，你敢说不是你的？这是朕去年赏你的。完了，这个蠢货竟然把玉镯当了！皇上，此事皆与娘娘无关，这一切都是老奴一人所为。是老奴看不过瑶嫔那个贱人长着肚子狐假虎威，是老奴偷了娘娘的玉镯，买通小安子。娘娘毫不知情，皇上要杀要剐，冲老奴一个人来吧！好一个忠心耿耿的奴才！既然你承认了，那朕就成全你。来人，将这个刁奴拖出去，杖毙！秦氏，你御下不严，纵奴行凶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传朕旨意，秦婕妤降为贵人，褫夺封号，再次禁足，收回协理六宫之权。皇上开恩啊！汽车保帅，秦依依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狠毒。那个嬷嬷伺候了你10几年，说舍弃就舍弃了。这几日感觉如何？肚子还疼吗？谢皇上挂怀，
臣妾已经好多了。太医说，只要好生静养，孩子便无大碍。这次是朕疏忽了，让你和孩子受惊了。朕已经让人把最好的补品都送来了，你只管安心养胎，缺什么尽管跟朕说。皇上对臣妾的好，臣妾铭记在心。只是什么？臣妾听说姐姐被降了位分，还被禁足了。提那个毒妇做什么？若不是看在她怀着身孕，朕绝不轻饶。皇上息怒，姐姐她或许只是一时糊涂，也是太想为皇上生个阿哥了。臣妾相信姐姐本性不坏的。瑶儿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她都要害你的孩子了，你还替她说话。臣妾与姐姐毕竟是姐妹一场，无论如何，臣妾都不希望看到姐姐落得如此下场。况且，姐姐腹中怀的也是皇上的骨肉啊。你呀，总是为别人着想。朕答应你，会让人照看好她那一胎的。其实，臣妾最近听到一些宫外的传闻，心里有些不安。臣妾听说，如今京城里的御史言官们最重家风。姐姐出了这样的事，虽然皇上仁慈，没有将此事宣扬出去，但宫里人多口杂，难免有风言风语传到宫外。臣妾是怕，父亲身为御史，负责监察百官，若是自家后院起火，传出教女无方的名声，怕是会让父亲在朝中难做，也会让皇上为难啊。你说的对，连家都治不好，何谈治国？秦御史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，朕倒要看看他的家风究竟如何。皇上恕罪，臣妾是不是说错话了？臣妾只是担心父亲。你何罪之有？你是一心为朝廷着想，朕还要赏你。皇上生性多疑，父亲啊，你引以为傲的清流名声，怕是要保不住了。没了皇上的信任，你拿什么保其意义？秦城，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看来是时候好好查查你们秦家了。这宫里最不缺的就是这些身外之物，可最缺的也是这些东西。有了钱，鬼都能推磨。春桃，你出宫一趟，拿着这些金子去找城南醉仙楼的掌柜，就说故人有求。娘娘，那醉仙楼可是京城最大的青楼啊，那种地方按我说的做，告诉掌柜的，我要他在3日之内让京城所有茶馆酒肆都在谈论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秦御史贾青莲真贪妒，表面上两袖清风，暗地里却纵容家人收受贿赂，强占民田。娘娘，这可是要毁了老爷。他毁我娘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日？去吧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还有，拿着这个，去找几个江湖上的亡命之徒。秦府在城外有几个庄子和铺子，那是大夫人的私产，也是秦府主要的进项。我要这几个地方在1个月内颗粒无收，生意做不下去。娘娘，您这是要断了秦府的财路啊！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没钱的日子是什么滋味。列位看官，今日咱们不说三国，不讲水浒，单说说这京城里的一位清流大老爷。听说了吗？秦御史家的小舅子在城外强占了几10亩良田，还打死了人呢！真的假的？秦御史不是号称秦青天吗？呸！什么青天，都是装出来的。我听说他家里金山银山，那钱都不干净。查，给我查！是谁在背后造谣生事，败坏老夫的名声？老爷，现在不是查谣言的时候了。城外的庄子遭了灾，庄稼全毁了，铺子里也天天有人闹事，生意根本没法做了。这个月的进项连往常的1成都没有。老爷，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老爷，不仅如此，这几日朝中好几位御史联名弹劾您，说您治家不严，纵容亲眷敛财，皇上已经下旨申责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这是有人要整死我们秦家呀！老爷，那宫里的娘娘怎么办？这个月该送进去的银子还没凑齐呢，没了银子打点，娘娘在宫里怎么过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顾得上她？告诉她，家里现在自身难保，让她自己在宫里好自为之吧。釜底抽薪，没了钱财支撑，没了清流名声，秦府就像被拔了牙的老虎。秦依依，
你那所谓的坚强后盾，如今已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皇上还不来看我？为什么家里一点消息都没有？连银子也不送进来了。那些拜高踩低的奴才，给本宫送的饭菜都是冷的。娘娘，吃点东西吧。你要是饿坏了身子，小皇子怎么办？你也来看本宫的笑话是不是？滚！都给我滚！本宫不吃，本宫要见皇上，本宫要出去。皇上有旨，秦贵人禁足期间不得踏出披香殿半步。放肆！本宫是皇上的妃子，本宫怀着皇嗣，你们竟敢拦我！是你，一定是你这个贱人害我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你听说，宫里有一种秘术，可以诅咒仇人，让他不得好死。什么秘术？快说！巫蛊之术。秦瑶，你去死吧！我要咒你流产，咒你一尸两命，咒你不得好死！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爹娘不管我，皇上厌弃我，我只有这个孩子了。不，我还有恨。秦瑶，只要你死了，一切就会好起来。娘娘疯了，我可不想陪葬。等埋了这个东西，我就找机会调走。彩霞姐姐，这么晚了，在这儿埋什么宝贝呢？小李子公公，饶命啊！我也是被逼的。巫蛊？秦贵人还真是嫌自己命太长了。走吧，跟我去见瑶嫔娘娘，这可是天大的功劳，咱家可得好好领赏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巫蛊之术乃是宫中第一大禁忌，秦依依，你竟然蠢到自寻死路！这一次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这把刺向我的刀，终究还是扎在了你自己身上。秦贵人啊，秦贵人，您这心可真够黑的。这要是让万岁爷知道了，别说您肚子里的这块肉，就是整个秦家都得跟着陪葬。天哪，奴婢认得，这上面写的是中宫皇后娘娘的生辰。她竟然连皇后娘娘也敢诅咒，秦贵人这是疯了吗？诅咒中宫无子，这是要诛九族的死罪啊！我本以为秦依依只是恨我，想用巫蛊之术咒我流产，好保住她自己肚子里的那一胎。没想到她的野心和怨毒竟然膨胀到这种程度，为了让她的孩子成为这宫里唯一的皇子，竟然妄想咒死皇后的嫡子。这已经不是后宫争宠，而是动摇国本的大罪。天堂有路她不走，地狱无门她偏自来投。秦依依，这把火是你自己点起来的，那就别怪我借风势，烧得你尸骨无存。娘娘的意思是？小李子，你这差事办得好。这东西既然是在披香殿挖出来的，那就该让他回到他该去的地方，埋到他床榻底下去。我要让他日日夜夜睡在自己的罪孽之上，直到东窗事发。孩子，娘为了你，娘要借皇后的刀，彻底斩断秦依依的生路，让她永世不得翻身。奴才明白，定做的神不知鬼不觉。雪球这是怎么了？平日里最是乖巧温顺的，今日怎么这般狂躁？哎呀，皇后娘娘，嫔妾怎么闻着那地方隐隐透着一股子怪味？莫不是这宫墙根底下埋了什么死物，惊住了娘娘的爱宠？去几个人看看，到底是什么暗撒东西冲撞了本宫的猫？若是什么不干净的，立刻处理了。回禀皇后娘娘，大事不妙！那墙脚下埋着些燃尽的符纸灰烬，看着像是行过巫蛊之术的痕迹。放肆！
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在宫中行此禁术，这墙后面是哪个宫？回禀皇后娘娘，这墙后面正是秦贵人的披香殿。好个秦氏，平日里看着温良恭俭，背地里竟然搞这些鬼鱼伎俩！来人，立刻封锁披香殿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，给本宫彻彻底底的搜，挖地3尺也要把罪证找出来。皇后娘娘，搜到了，在秦贵人床底下搜到了这个巫蛊娃娃。贱妇，你竟敢诅咒本宫，诅咒嫡皇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宫今日非撕了你不可！秦氏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朕平日里待你不薄，你竟敢做出这等丧尽天良之事！皇上，臣妾冤枉了，臣妾真的不知道床底下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，一定是有人陷害臣妾。是他，是秦瑶，一定是这个贱人陷害我。他恨我入骨，是他让人埋在我床底下的。皇上明察啊！姐姐，你我乃是亲姐妹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陷害你？况且这巫蛊之术乃是宫中大忌，我如何敢沾染？毒妇，死到临头还敢拍咬他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？这真是瞎了眼，竟宠幸了你这么个蛇蝎心肠的东西！看着秦依依绝望的脸，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从今日起，秦家在宫里的指望彻底断了。传朕旨意，秦氏行巫蛊大逆之术，诅咒中宫，动摇国本，罪不容诛。念其怀有身孕，暂免死罪。即刻剥夺所有封号，降为最低等的更衣，迁居北3所冷宫安胎。待产下子嗣后，再行发落。秦家教女无方，秦御史停职在家反省。狗奴才，你们就给本宫吃这个！本宫怀着的可是皇嗣，是皇上的骨肉，你们竟敢如此怠慢，去给本宫换惹的来！本宫要吃燕窝，要吃人参鸡汤，信不信本宫出去了，让皇上砍了你们的脑袋！哎呦喂，我的秦更衣耶，您还当自己是披香殿高高在上的主子呢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现在是什么德行？到了这北3所，有口吃的饿不死就不错了，还燕窝人参，您在想屁吃呢？爱吃不吃，不吃拉倒，也没人求着你吃。放我出去！我是冤枉的，我要见皇上！秦瑶，你这个贱人，我咒你不得好死！我一定要杀了你！贱人，你还敢来看我笑话？我要撕了你！我要杀了你肚子里的贱种！秦瑶，你这个不得好死的娼妇！你陷害姬姐，你不得好死！姐姐，许久不见，你这火气还是这么大呀？看看这张脸，哪里还有半点昔日秦府嫡女的高贵？姐姐，你现在这副模样，真像一条丧家之犬。秦瑶，你别得意太早，等我生下皇子，皇上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到时候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拿去喂狗。皇子，姐姐怕是还没睡醒吧？进了这北3所的人，有几个能活着出去的？就算你命大生下皇子，也会立刻被抱走，交给其他嫔妃抚养。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他一面，你就在这阴沟里烂掉。姐姐，你和你娘加注在我娘身上的痛苦，这才刚刚开始还呢。你就好好在这阴沟里待着，睁大眼睛看着，看着我如何一步步走上高位，看着秦家如何家破人亡，看着你们曾经拥有的一切，都落到我这个你们最瞧不起的庶女手中。我们走，这里晦气得很，别冲撞了本宫的小皇子。看着秦依依痛苦绝望的样子，我心里没有一丝怜悯。我的目标不仅仅是她，而是整个秦家。他们欠我们母女的血债，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没了，都没了，我的依依完了，进了那个吃人的地方，老爷也被停职了。那些以前巴结我们的人，现在都躲着走，都是那个贱种害的，都是秦瑶那个青楼贱婢生的杂种。夫人，府里真的没钱了，连您的嫁妆铺子都抵押出去了，剩下的几个庄子也年年亏空。
再这样下去，府里连下人的月钱都发不出了。没钱，那就去借去卖，把这宅子里能卖的都卖了。只要能杀了那个贱种，倾家荡产我也在所不惜。我绝不能让他毁了我们秦家。这些是定金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夫人想买谁的命？宫里的姚嫔。我要你们在秦瑶那个贱人生孩子的那天动手，那是她最虚弱的时候。买通产魔也好，混进宫刺杀也好，放火也好，无论你们用什么方法，我都要让她一尸两命。我要让她和她肚子里的孽种一起下地狱。夫人放心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不出3日，定让您听到好消息。娘娘，宫外的眼线传来紧急消息，秦府大夫人最近疯了一样，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当，连秦府的地契都抵押了。有一笔巨额银两流向了城外的黑市，疑似是雇佣了江湖上最顶尖的杀手组织。娘娘，大夫人这是要狗急跳墙，孤注一掷了。眼看娘娘就要临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，防不胜防啊！他急了，说明我们打到了他的痛处，逼得他走投无路了。想在我生产之日动手，哼，他还真是看得起我。为了对付我，竟然不惜倾家荡产。小安子，传我的话给宫外的兄弟，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盯死秦府的一举一动，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来报。另外，想办法查清楚他们雇佣的是哪个组织，看看能不能收买或者离间。是。春桃，从今日起，碎玉轩闭门谢客，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，所有进出的吃食用水药材都要经过3道检查，还要用银针试毒。产婆和太医那边安排我们自己信得过的人12个时辰盯着，绝不能让他们离开视线半步。我娘还在秦府受苦，等着我去救她。我绝不能倒下，绝不能让我的孩子有事。大夫人，既然你想玩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，到底是谁的命更硬。这场生产之战，我绝不会输。太医，瑶儿到底还要疼多久？为什么还不生？回皇上，娘娘这是头胎，胎位略有不正，还需要些时间。微臣已经失针淬产了。皇上，臣妾好痛，臣妾好痛，臣妾是不是要死了？胡说！有朕在，谁敢收你的命？你是朕的福星，一定会母子平安的。娘娘，再用点力，已经看到小皇子的头了，用力啊！这场雨下的真大，就像我此刻的处境，风雨飘摇。大夫人买通的死士今晚一定会动手，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，我必须撑住，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也为了彻底扳倒秦家。痛死我了！来人啊！我要见皇上，我要太医！我要见皇上，我要太医！叫唤什么？进了这地方的更衣，哪还有资格请太医？自己用力生吧！我是秦府嫡女，我是皇上的妃子，你们这群狗奴才，等我生下皇子，我要杀了你们！呸！还做梦呢！省省力气吧，能不能活着生下来还不一定呢。真晦气，大半夜的鬼哭狼嚎。这秦更衣也是命苦，偏赶上和那位姚主子一起发动，谁还顾得上他呀？大胆刺客，竟敢夜闯进宫，格杀勿论！混账，竟敢在今晚行刺，给朕全部拿下，留活口，这要剥了他们的皮！终于来了，大夫人，你这最后的赌注，怕是要血本无归了。我早就在这碎玉轩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着你们自投罗网。春桃，按计划行事，别让人冲进来惊扰了皇上。娘娘放心，奴婢明白。好，好，好，朕有皇子了！这眉眼像朕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姚嫔娘娘生下了一位健康的小皇子，母子平安。瑶儿，你辛苦了，你为朕立了大功。皇上喜欢就好。传朕旨意，姚嫔但遇皇嗣有功，即刻晋封为姚妃，赐协理6宫之权，位同父后，赏黄金1000两，绸缎1匹。碎玉轩上下所有人等赏银1年。
谢皇上隆恩。终于，我做到了。这一步步走来，如履薄冰。从今天起，我秦瑶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庶女，而是大权在握的瑶妃。秦依依，你看到了吗？没气儿了，是个死胎，是个女婴，真是晦气！折腾了半宿，生下来就是死的。生了没？死的活的？死的，赔钱货。赶紧找个破席子卷了，扔到化人场去埋了，别放在这儿招邪气。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是不是皇子？快给我看看！喏，自己看吧。生下来就是死的，是个丫头片子。这不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是皇子，他会当上太子的。你们骗我，你们把我的皇子换走了。宝宝，你醒醒，娘亲给你唱歌，你别吓娘亲。嘘，宝宝睡着了，娘亲的乖皇子，娘亲带你去找父皇封赏。我是天之娇女，我怎么会生下死胎？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娘亲的乖皇子是秦瑶那个贱人害我。孩子，娘会用手中的一切权力来保护你。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母子的人，娘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娘娘，北三所那边传来消息，秦更衣自从生下死胎后就彻底疯了，整日抱着一个枕头当孩子，又哭又笑的。疯了，那是他罪有应得。比起我娘受的苦，他这才到哪儿？春桃，传令下去，该收网了。秦府这笔烂账，是时候彻底清算了。小安子，秦府那边最近是个什么光景？回娘娘，那秦府如今可是乱成了一锅粥。大夫人得知秦宫一生了死胎还疯了的消息后，自己也受了刺激，整日里神神叨叨的。秦御史被停职在家，天天借酒浇愁，还动手打了大夫人好几次。狗咬狗，一嘴毛，看来火候差不多了。你亲自出宫一趟，拿着这些去见秦府的管家，告诉他，秦家这艘船已经沉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只要他把秦城这些年贪污受贿的真实账本交出来，本宫保他下半辈子荣华富贵，衣食无忧。如若不然，等到秦家抄家灭族的那天，他作为帮凶也逃不脱干系。奴才明白，奴才定不辱使命。秦城，你以为你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做得天衣无缝吗？你最信任的管家，其实就是我安插在你身边的一把尖刀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我看你这次怎么翻身。陈大娘，我是宫里瑶妃娘娘身边的人。宫里娘娘，民妇不知犯了什么事。大娘别怕，娘娘是来帮您的。当年的事，娘娘都查清楚了。您的女儿小翠不是失足落水淹死的，是被秦府大夫人活活打死后扔进井里的。娘娘圣明，我那苦命的女儿啊，她死得好冤啊！明知道她是被害死的，可是秦府势大，民妇告状无门啊！大娘，如今不一样了，我们瑶妃娘娘主理六宫，深受皇上宠爱。娘娘说了，只要您肯出面作证，指认大夫人的罪行，娘娘一定会为您做主，还你女儿一个公道，让恶人偿命。我愿意作证，只要能为我女儿报仇，要老婆子这条命都行。娘娘，幸不辱命。这是管家交出来的秦御史这些年的真实账本，里面详细记录了他每一笔贪墨的银两来源和去向，还有卖官驿爵的名单。娘娘，这是陈大娘亲笔画押的口供，详细诉述了当年她女儿被大夫人虐待致死的经过，贪污受贿、卖官鬻官、结党营私、草菅人命。秦城，大夫人，你们做的孽够你们死10次了。把这些东西做得隐秘些，设法送到督察院左御史王大人的书房里。王御史，娘娘，那王大人是个出了名的硬骨头，平日里最是刚正不阿，和秦御史一直不对付，经常在朝堂上互掐。正是因为他刚正不阿，又和秦城有夙愿，他才是我手中最锋利的那把刀。我就是要借他的手把秦家的天给捅破了。这次我就送他一个扳倒政敌、青云直上的天大机会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臣督察院左御史王正有本要奏，臣要弹劾原御史秦城10大罪状。王爱卿，
你要弹劾秦城什么？臣弹劾秦城贪污受贿、卖官鬻爵、结党营私、纵妻行凶、草菅人命、欺君罔上，桩桩件件皆是死罪。臣已掌握确凿证据，请皇上御览。皇上，微臣冤枉啊！这是有人蓄意陷害微臣。王大人向来与臣不和，这是公报私仇啊！大胆秦城，死到临头还敢狡辩！这账本上每一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这口供上按着血手印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当朕是昏君吗？朕平日里待你不薄，视你为清流栋梁，没想到你竟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贪官污吏，你对得起朕的信任吗？好一个秦家，前朝贪腐，后宫作乱，你们是想造反吗？传朕旨意，即刻革去秦城一切职务与功名，打入天牢，交由三法司严审，秦家所有家产充公。羽林卫即刻包围秦府，捉拿秦家巢，不得放走一人。相关涉案人员全部拿下，严加审讯。皇上饶命啊！微臣知罪了，皇上开恩啊！娘娘，前朝传来消息了，皇上龙颜大怒，当场下旨革了秦御史的职，将他打入了天牢。羽林卫已经包围了秦府，正在抄家拿人呢。听说大夫人被抓的时候，还在发疯咬人。终于，这座压在我娘身上10几年的大山倒了，秦家完了，我娘的仇终于报了。孩子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些曾经高高在上、不可一世、随意践踏我们母子的人，如今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从今往后，再也没有人能伤害我们母子。这吃人的后宫，终究是我赢了。但我也知道，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为了你，为了我们，娘会一直赢下去。这一天，我等了太久。秦瑶，你这个贱人，祸害丧门星，你会不得好死！你这个妖孽！不得好死，大夫人，这句话留着给你自己吧。你作恶多端，今日便是你的报应。我曾发誓要将他们踩在脚下，让他们尝尝被践踏的滋味。今日，我终于做到了。瑶儿，我是你爹呀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亲爹呀！爹，当你用我娘的命威胁我时，当你为了秦依依要牺牲我和孩子时，你何曾想过你是我爹？你眼里只有你的名声、你的仕途、你的嫡女。丧门星！闭嘴！再敢对瑶妃娘娘不敬，小心你的舌头！秦家亡了，这是你们自己种下的因，今日便尝尝这果。你们加在我娘身上的痛苦，我会10倍100倍的还给你们。把他们都带走，打入天牢，严加看管。娘，女儿来晚了，女儿不孝，让你受苦了。娘，我们回家，女儿带你回家，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了。娘，对不起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。从今以后，女儿绝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娘，别怕，太医是在给你治病，不疼的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娘娘，夫人的伤口拖得太久，已经伤了根本，怕是会留下病根，而且长期的折磨和惊吓，让夫人的心智恐怕难以恢复如初。无论如何，都要治好我娘，用最好的药，请最好的大夫，花多少银子都在所不惜。只要能让我娘好起来，本宫什么都愿意。微臣定当竭尽全力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贱人，你来看我笑话！你不得好死！大夫人，还记得吗？这是当年为了这半个寿包，你差点打死我。
我娘为了给我求情，在雪地里跪了一夜，落下了一身的病根。如今你也尝尝这滋味。报应都是报应！秦瑶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永远都是个庶出的贱种！好好享用这最后一顿吧。明日午时，斩立决。希望你下辈子做个好人，别再投胎做恶人了。大夫人，你这辈子作恶多端，手里沾满了鲜血，这便是你的下场。这就是那个毒妇，听说他害死了不少人，活该死了！时辰已到，斩！秦瑶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我诅咒你不得好死！吃吧，最后一顿好的了。明日一早，你就要流放苦寒之地了。到了那种地方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我要见姚妃，我要见我的女儿，我有话跟她说，求求你让我见她一面。姚妃娘娘是你这种罪人想见就能见的，娘娘说了，不见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不见，她恨我。我秦城一生最重名声，为了名声，我什么都可以牺牲。如今却身败名裂，成了阶下囚，还要被流放，我这辈子图什么呀？来人啊！不好了，秦御史自尽了！娘娘，天牢传来消息，秦御史昨夜上吊自尽了，死前还留下血书，咒骂娘娘是妖孽。自尽了，便宜他了，死了倒干净。秦城，你到死都不知悔改，你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。为了名声，你可以牺牲妻子女儿，最后却落得个身败名裂、自尽而亡的下场，这也是你的报应。孩子，我们赢了。从今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能伤害我们，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。哈哈哈哈哈！看看朕的皇儿，长得真结实，这眉眼越发像朕了。都是皇上洪福齐天，庇佑着臣妾和皇儿。若没有皇上，臣妾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瑶儿，你受苦了。以前是朕疏忽，让你在秦家受了那么多委屈。如今秦家已倒，往后有朕在，定护你一世周全。皇上对臣妾的好，臣妾万死难报。臣妾如今有了皇上，有了皇儿，便什么都不怕了。皇上就是臣妾的天。在这后宫，想要活得长久，光有手段是不够的。男人，尤其是帝王，最喜欢的便是女人全心全意的依赖。我表现得越离不开他，他便越会把我和孩子捧在手心里。朕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，你放心，朕已经下旨，让太医院院判亲自去给你娘诊治，无论用什么珍稀药材，都要把你娘的病治好。朕绝不会让你再有后顾之忧。谢皇上隆恩，臣妾替娘亲谢过皇上。傻瓜，你我夫妻一体，你的娘亲即是朕的岳母，朕岂有不管之理？太医，我娘的情况如何了？回娘娘，夫人的身体经过这几个月的调养，底子已经补回来大半，只是心智受损太久，怕是难以完全恢复如初。不过如今已能认得娘娘，情绪也稳定了许多。娘，这是您的外孙，您抱抱他。娘，我们熬过来了。看着娘和孩子，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，终于得到了片刻的安宁。秦家的人都遭了报应，我和娘终于可以过上安生日子了。今日这花开得不错，皇后有心了。皇上喜欢便好。近日宫中喜事连连，姚妃妹妹又把小皇子养得这般好，臣妾看着也高兴。姚妃确实辛苦了，把皇儿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臣妾不敢居功，都是托了皇上和皇后娘娘的福。姚妃妹妹如今协理6宫，又要照顾皇子，还要侍奉皇上，当真是能干。本宫都有些自愧不如了。皇后娘娘谬赞了，臣妾愚钝，许多事还要仰仗皇后娘娘教导。秦家倒了，我成了这后宫最得宠的人，我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，可皇后刚才那个眼神，那是一种看待威胁的眼神。在这深宫里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看来新的风暴就要来了。真晦气，这种天气还得来这鬼地方送炭。
就这点炭，够烧什么？内务府那些人也太黑了，连冷宫的份力都克扣。你懂什么？这位秦更衣得罪的可是如今正得势的姚妃娘娘，内务府那帮人精着呢，谁会为了一个疯子去除姚妃的眉头？给他送点炭，也就是意思意思，冻不死就行了，还指望能暖和？秦更衣，炭来了，省着点烧，没了可就得冻着了。宝宝乖，娘亲给你唱唱歌。外面冷，咱们不出去。皇上来看我们了。皇上封我的皇儿做太子了，我是皇后了。我这一生争强好胜，只想做人上人，到头来却落得这般下场。在这冰冷的雪夜里，陪伴我的竟只有这个虚假的梦。娘娘，北三所那边传来消息，秦更衣昨儿夜里去了。怎么去的？说是冻死的，内务府克扣了炭火，昨晚风雪又大，发现的时候人已经硬了，手里还死死抱着那个枕头，脸上还带着笑。都结束了，秦御史、大夫人、秦依依、秦家4口终于全部得到了报应。这场持续了10几年的恩怨，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。我的手上沾满了他们的血，但我并不后悔。春桃让人按规矩草草葬了吧，到底是皇上的嫔妃，别让人说是皇家刻薄。是，奴婢明白。这姚妃的气焰是越发嚣张了，如今前朝后宫都在夸她贤德能干，皇上更是一刻也离不得她。照这样下去，本宫这个皇后怕是要给她腾位置了。娘娘息怒，姚妃再得宠，也不过是个妃位。娘娘您才是中宫之主，是天下母仪。你懂什么？母以子贵，子以母贵。他如今有了皇子，只要皇上动了立储的心思，他迟早会爬到本宫头上来。本宫绝不能坐以待毙。娘娘的意思是，小皇子是无辜的，也是皇家的血脉，若是能养在本宫膝下，那就是嫡皇子，身份自然不同。至于姚妃，一个没有了孩子的母亲，在这后宫还能翻起什么浪呢？娘娘英明，去母留子确实是条好计策，只是皇上如今宠爱姚妃，怕是不肯轻易答应。不答应，那就由不得他了。本宫才是这后宫的主人，教养皇子是本宫的职责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，不知娘娘驾到有失远迎。妹妹不必多礼，本宫今日来是想看看小皇子。听说小皇子最近长得越发好了，本宫心里也挂念的紧。真是个可人疼的孩子。姚妃妹妹，你年纪尚轻，又要协理六宫，又要伺候皇上，还要照顾孩子，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本宫看着都心疼。多谢皇后娘娘体恤，臣妾虽然忙碌，但能亲自照顾皇儿，心里是甜的。妹妹一片慈母之心，本宫明白，只是皇子教养非同小可，关乎社稷根本。妹妹毕竟年轻，经验不足，本宫身为嫡母，理应为你分忧。不如这样，将小皇子抱到坤宁宫，由本宫亲自抚养。本宫宫里人手足，定能将小皇子教养得更好，妹妹也能腾出手来，专心侍奉皇上，协理六宫。娘娘，皇后娘娘厚爱，臣妾感激不尽。只是皇儿尚在襁褓，离不了生母。臣妾虽然愚钝，但也会竭尽全力教导皇儿。求皇后娘娘体谅臣妾一片爱子之心，不要让臣妾母子分离。孕母留子，皇后终于按耐不住，露出了獠牙。她想夺走我的孩子，把我变成一个空有位分的废人。我绝不能让她得逞。皇上，臣妾今日去看了小皇子，实在可爱。臣妾想着姚妃妹妹事务繁忙，便提议将小皇子接到坤宁宫抚养，也好减轻妹妹的负担。瑶儿，你意下如何？皇上，臣妾知道皇后娘娘是一番好意，可是皇儿就是臣妾的命根子啊！臣妾一日见不到皇儿就心如刀绞，臣妾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只求能守在皇儿身边。好了，不哭，朕知道你舍不得孩子。
皇后，你的好意朕心领了，只是姚妃但与皇子有功，理应让她享受天伦之乐。况且孩子还小，离不开生母，此事就不要再提了。是，臣妾遵旨。是臣妾考虑不周了。秦瑶，你这个贱人，竟敢用这种狐媚手段勾引皇上，坏本宫的大事！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本宫心狠手辣了。皇后，你输了。你以为搬出嫡庶尊卑就能压住我？你错了。在这后宫，皇上的宠爱才是最大的道理。你想夺我的子，那我就借皇上的手断了你的念想。既然你对我动了杀心，那我们之间就只能是你死我活了。皇儿看，那花儿开得多好。哎呀，没看到姚妃娘娘的凤驾，嫔妾该死！大胆，怎么走路的？娘娘，小皇子受惊了。娘娘恕罪，嫔妾不是有意的，嫔妾只是没站稳，求娘娘开恩。皇儿别怕，母妃在。没站稳，本宫看你是存心的。这御花园的路如此宽敞，你偏偏往本宫的仪仗上撞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嫔妾冤枉啊！嫔妾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冤枉？本宫的皇儿若是有个3长2短，你要整个刘家陪葬吗？来人，将这个冲撞皇子的贱人拖下去，重打30大板，降为更衣，迁居北3所。皇后娘娘救我！嫔妾是皇后娘娘的人啊！皇后，今日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住你，给本宫打！快传太医！好个姚妃，果然是个沉不住气的，当众发落嫔妃，还打了本宫的脸。娘娘，那刘贵人也太没用了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还被降了位分。一颗棋子而已，废了就废了。只要能抓住姚妃的把柄，她也算死得其所了。恃宠生骄，不敬忠公，这条罪名足够她在皇上面前喝一壶了。去，把这件事添油加醋的传出去。本宫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姚妃是如何嚣张跋扈、目无忠公的。姚妃妹妹教养有方，小皇子聪慧可爱，实乃社稷之福。本宫身为嫡母，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给小皇子压惊祈福。这把长命锁是本宫特意请高僧开过光的，能保佑小皇子平安健康、长命百岁。多谢皇后娘娘赏赐，臣妾替皇儿谢过皇后娘娘。妹妹怎么不给小皇子戴上？这可是本宫的一片心意。皇儿今日玩累了，刚才已经睡下了。这长命锁有些沉重，臣妾怕戴着不舒服，明日再给她戴上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依妹妹的意思吧。娘娘，这是慢性的蚕丝毒，无色无味，长期接触皮肤就会渗入体内，让人身体日渐衰弱，最后无疾而终，根本查不出死因。天哪！皇后娘娘好狠毒的心，竟然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毒手！好一个长命锁，这分明是催命符！皇后，你终于忍不住了。既然你想要我儿子的命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小安子，把这毒药收好，这可是关键的证据。春桃，去重新打造一把一模一样的金锁，明日给皇儿戴上。与皇后的战争，从这一刻起，正式拉开了帷幕。这不是后宫争宠，而是你死我活的生存之战。为了我的孩子，我可以化身修罗，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。娘娘，该喝药了。这毒药虽然分量极轻，但长期服用还是会伤身的啊。娘娘何苦如此折磨自己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们扳不倒皇后。只有我病了，皇上才会心疼，才会对皇后产生怀疑。苦肉计往往是最有效的手段。我要用我的健康换取皇上对皇后的彻底离心。这份苦，我吃得值。瑶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好端端的身子就亏虚成这样？太医都干什么吃的？皇上，臣妾没事，只是最近总是心神不宁，怕是福伯护不住皇儿了。胡说！有朕在，谁敢动你们母子？皇上，臣妾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如果臣妾不在，求皇上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皇儿，千万不要让他落入恶人之手。瑶儿放心，朕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。朕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搞鬼。你只管安心养病，朕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皇上，你的怜惜便是我手中最锋利的剑。皇后，
你加之在我们母子身上的痛苦，我会让你100倍偿还。姚妃娘娘，皇后娘娘听说夫人身体抱恙，特意让奴婢送些补品过来，有劳皇后娘娘挂心了。东西放下吧。夫人，奴婢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糕点。松口！疯婆子！松口！娘，没事了，别怕。素云姑姑，五娘怕生，你靠得太近了。奴婢只是一片好心，没想到夫人竟然如此不可理喻。好个疯婆子，竟然敢咬我！正好，这就是娘娘要的借口。皇上您看，姚妃的母亲竟然发疯咬伤了素云，这要是伤了小皇子可怎么得了？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咬人？皇上明鉴，我娘只是怕生，并没有疯病，是素云姑姑靠得太近了，才惊扰了我娘。怕生就能咬人吗？这分明就是疯病发作。太医都说了，这种病是会遗传的，万一小皇子也被传染了怎么办？皇上，为了小皇子的安危，臣妾恳请将秦夫人送出宫去，另行安置。宫里实在不适合她居住。皇上，不可！我娘只有我一个亲人了，把她送出宫去，她怎么活啊？这瑶儿一片孝心，朕也理解，只是为了皇儿着想。皇上，臣妾求见，臣妾的娘亲真的不是疯病，臣妾愿意用性命担保，绝不会让娘亲伤害到小皇子分毫。求皇上开恩，不要将娘亲送走。姚妃娘娘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皇上已经歇下了，您还是明日再来吧。这天寒地冻的，万一冻坏了身子可怎么好？不，皇上一日不答应，臣妾就一日不起来。娘亲在秦府受了10几年的苦，如今好不容易才过上几天安生日子，臣妾绝不能再让她受苦。皇上，你知道我最在乎什么？我赌你对我的感情，赌你对小皇子的看重。我若是在这里跪出个好歹，你也无法向天下人交代。皇后想用孝道来压我，那我就用孝道来反击。他还在外面跪着。回皇上，姚妃娘娘已经在外面跪了2个时辰了，滴水未进。这春秋露重，娘娘的身子怕是受不住啊。这个倔脾气，朕是为了她好，她怎么就不明白呢？皇上，姚妃娘娘一片孝心也是人之常情。这若是传出去，说皇上为了小皇子，连姚妃娘娘的生母都要赶出宫去，怕是对皇上的名声有碍啊。名声？是啊，朕乃一国之君，岂能落得个刻薄寡恩的名声？传朕旨意，让姚妃进来吧。告诉她，朕答应了，但她必须保证看管好她的母亲，绝不能让她踏出偏殿半步，更不能惊扰到小皇子，否则朕也保不住她。娘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为了保住你，我只能把你关在这个偏殿里。但是你放心，女儿一定会好好照顾你，绝不会让你再受一点苦。娘，你放心，这只是暂时的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光明正大走出这个房间，让所有人都尊你敬你。那些欺负过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好个姚妃，为了一个疯婆子，竟然敢在养心殿外跪一夜，还用名声来威胁皇上，真是不知死活。娘娘英明，皇上最是个要面子的人，姚妃此举无疑是在挑战皇上的底线。虽然皇上这次妥协了，但心里肯定已经对姚妃有了芥蒂。有了芥蒂就好，本宫要的就是这个。既然他那么在乎他那个疯娘，那本宫就成全他。去，安排一下。祈求上天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大胆姚妃，竟敢在祭祀大典上做手脚，惊扰祖宗应灵，你这是要诅咒国运吗？皇上明鉴，臣妾冤枉，臣妾绝不敢做这种大逆不道之事。姚妃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可知今天的祭祀有多么重要？皇后，你这一招真是狠毒，在祭祀大典上动手脚，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啊！皇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姚妃还有什么好抵赖的？她平日里就恃宠生骄，如今竟然胆大包天到这种地步，简直是目无君上，罪不容诛。
皇上，臣妾真的不知道这香炉为什么会炸裂，臣妾是被冤枉的，一定是有人陷害臣妾。瑶儿，你真的没有做？臣妾对皇上忠心耿耿，对大秦江山社稷绝无二心，若有半句虚言，愿遭天打雷劈。发誓有什么用？这香炉是你亲手插的香，还能有假？来人，去搜姚妃的身，看看她身上有没有藏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娘娘，这是火药！皇上您看，这就是证据。姚妃就是用这个火药炸毁了香炉，她这是要谋害皇上，诅咒国运啊！这不是我的，我不知道它怎么会在我身上。姚妃，你太让朕失望了！来人，将姚妃拿下，暂时软禁在碎玉轩。听后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后，你这一招真是天衣无缝，你买通了我身边的人，把火药偷偷放在我身上，让我百口莫辩。你这是要彻底毁了我，毁了我的孩子，毁了我们的一切。但我绝不会认输。娘娘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现在外面都在传娘娘是妖妃，要祸乱朝纲。娘娘，奴才已经让人去查了，那个把火药放在娘娘身上的宫女，昨晚已经上吊自尽了，死无对证啊！慌什么？越是这个时候，我们越要冷静。皇后这一招虽然狠毒，但也不是没有破绽。小安子，你想办法混出去，拿着这个信去找。李太医，我家娘娘有请。你是姚妃娘娘的人？正是，我家娘娘如今有难，需要李太医出手相助。不，我不去，我已经不是宫里的人了，不想再卷入这些是非之中。李太医，你以为你躲在这里就没事了？皇后娘娘从来没有放过你，她一直在派人找你，想要杀人灭口。什么？她要杀我？我家娘娘承诺，只要你肯站出来，揭露皇后娘娘多年来的罪行，她保你全家性命无忧，还会给你一笔银子，让你远走高飞。我凭什么相信你们？就凭这个，这是皇后娘娘送小皇子的长命锁，里面藏着慢性毒药，你应该认得这种毒吧？这是蚕丝毒，是皇后娘娘让我配制的。没错，皇后娘娘连皇上儿子都不放过，你以为她会放过你？李太医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，是死是活你自己选。好，我跟你们走。我李某人这条命就交给姚妃娘娘了。我要揭露那个毒妇的真面目。皇上，姚妃罪证确凿，理应立刻处死，以正国法，以安民心。姚妃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臣妾有话要说，臣妾是冤枉的，陷害臣妾的正是皇后娘娘。大胆姚妃，死到临头还敢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当然有。带上来！草民李太医参见皇上，草民有罪，草民要揭发皇后娘娘多年来的罪行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皇后娘娘，你为了争宠，多次让草民配制禁药，残害其他嫔妃和皇嗣，就连当年大皇子的死，也是你让草民在药里动了手脚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大皇子是皇后害死的？草民句句属实，若有半句虚言，愿遭天打雷劈！草民这里还有皇后娘娘当年让我配药的方子和书信。皇上，这还不是全部。皇后娘娘还想害死我们的小皇子。这把长命锁里藏着慢性毒药蚕丝毒。皇后，你这个毒妇！不是我，是他们陷害我。皇上，你要相信臣妾啊！毒妇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朕待你不薄，给你中宫之尊，你竟然背着朕干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，连朕的皇子都不放过。待我不薄？皇上，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你眼里何曾有过我这个皇后？你宠幸一个又一个贱人，先是秦氏那个蠢货，现在又是这个出身低贱的狐妹子秦瑶。你这个贱人，狐妹子，你不得好死！是你毁了我，是你毁了这一切！你以为你能得意多久？这后宫就是吃人的地方，今日是我，明日就是你！
皇后娘娘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。够了！朕不想再听这个疯妇多说半个字。传朕旨意，皇后乌拉那拉氏失德乱行，残害皇嗣，诅咒国运，罪不容诛，即刻废除皇后之位，收回封印宝册，打入冷宫，永无出头之日。亲母家一律革职查办，流放宁古塔。进去吧，还当自己是主子呢？进了这地方就别想活着出去了。呵呵。秦瑶，本宫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娘娘，太好了，最大的敌人终于倒台了，如今这后宫就是娘娘的天下了。是啊，天下太平了，我的皇儿，再也没有人敢伤害你了。启禀皇上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后宫不可一日无主。姚妃娘娘但遇皇长子有功，又协理六宫多年，德才兼备。臣提议立姚妃娘娘为后，以正重功。不可！皇上三思，姚妃出身低微，其母更是疯病痴傻之人，立她为后，恐遭天下耻笑，有失皇家体统。出身，英雄不问出处。姚妃贤良淑德，朕看比那些世家大族出来的毒妇强100倍。朕真心想立瑶儿为后，可这些老顽固着实可恨，朕也不能不顾及朝堂议论。那些老古董真是食古不化，娘娘如今这般尊贵，他们还拿以前的事儿说嘴。随他们去说吧，嘴长在他们身上，本宫还能缝上不成？后位，我自然是想要的，但越是这个时候，越不能表现出急切。在这后宫，不争才是最大的争。皇上您看，皇儿如今越发壮实了，昨日太傅还夸她聪慧呢。瑶儿，这些日子朝中关于立后的议论，你可听说了？委屈你了。臣妾不委屈，臣妾只要能陪在皇上和皇儿身边，就心满意足了。至于名分，臣妾不在意，那些大臣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，皇上切莫为了臣妾与他们置气。朕就知道你最是识大体。你放心，朕心里有数，这后位迟早是你的。看着皇上愧疚又坚定的眼神，我知道我又赢了一局，以退为进，方能步步高升。娘娘，恕微臣无能，夫人早年受了太多的苦，身子底子彻底坏了。这几年虽然精心调养，但脏腑衰竭之势已成，怕是时日无多了。怎么会？我娘这几年不是好好的吗？用最好的药，不管多贵，都要给我娘续命。微臣尽力而为。娘，你喝一口，就喝一口好不好？这是女儿特意让人熬的。娘，女儿知道你想说你没事，可是女儿好怕，女儿好不容易才让你过上好日子，你还没享够福呢。我斗倒了秦家，斗倒了皇后，我成了这后宫最有权势的女人。我以为我无所不能，可现在我才发现，在生死面前，我依然是那个无能为力的小女孩。娘，当年的半个寿包，你为了我差点被打死。如今我富有天下，却换不回你一条命。这吃人的后宫，我赢了所有人，却唯独输给了时间。我爬得再高，若是没了娘亲在身边看着，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？这满宫的荣华富贵，竟抵不过娘亲的一个微笑。我秦瑶这一生，究竟是赢了还是输了？戏女秦瑶，愿折寿20年，换我娘平安。娘娘，皇上刚派人送来了西域进贡的雪莲，快煎药！我这一生从不信神佛，我只信权力。如果神佛救不了我娘，那我就去抢，去夺。娘，你觉得好些了？春桃，娘醒了。瑶儿，娘，你刚才叫我了。瑶儿，好活。娘，你再叫我一声。娘娘，夫人走了。她累了，她只是想睡一觉，
他叫我名字了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我娘当了一辈子哑巴，最后却把命里最后一点气留给了我的名字。更衣，慢着，娘娘，按规矩该……我娘生前过得太苦了，葬礼要按一品夫人的规格办。皇上若有异议，本宫亲自去说。这后宫唯一的温暖已经熄灭，从此以后，我秦瑶只为权力和皇儿而活。瑶儿，朕已经追封你母亲为咸慈一品夫人，你也该节哀。臣妾代家母谢皇上隆恩。皇上的宠爱就像这漫天的纸钱，看似盛大，落地即化。我不需要安慰，我需要的是永恒的仪仗。春桃，把碎玉轩那些我娘用过的旧物件都烧了吧。娘娘，您不是最爱睹物思人吗？人死了，念想也就断了。秦瑶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是太子的生母，未来的大清皇后。瑶儿，你身子还弱，怎么过来了？皇上，后位虚悬已久，为了皇儿的名分，为了这江山的稳固，臣妾请皇上册立中宫。你一向淡泊名利，那是以前。臣妾要这个位置，要名正言顺地护着皇儿。我不再求他给我恩宠，我要他给我权力。皇后娘娘千岁，千岁万万！当年我入宫时是个低头顺目的洗脚婢，现在这天下所有的女人都要跪在我的脚下。瑶儿，你终于是朕唯一的妻了。妻？这后宫从来没有妻子，只有赢家和输家。要皇儿成为这天下唯一的继承人，为此我将不惜代价。娘娘，您终于如愿了。如愿，这只是战争的开始。告诉小安子，所有以前反对过立侯的老臣，盯着他们的家眷。母后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不该擅自免了那小太监的惩罚。哼，错在哪儿？错在儿臣不该心软。这宫里，心软就是自杀。你是大康的储君，你给的每一个恩典都必须是手段，而不是善心。母后，天色已晚，您歇歇吧。这是儿臣亲手。有这功夫，不如去读《资治通鉴》。母后，外人都说您最疼儿臣，可儿臣觉得您更疼那个皇位。赵瞻，这世上除了权力，没有人会永远疼你。你若不成器，我便是你第一个敌人。娘娘，您对他太严了些。我不严，别人就会要他的命。在这吃人的后宫，母子之情太奢侈了。我要他先学会当君，再学会当人。娘娘，皇上这是积劳成疾，恐是不好了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瑶儿，朕要见老六。恒王远在封地，进京需要10日，皇上安心静养，朝政有臣妾。你这是在只手遮天！臣妾是在帮您守住这大康的江山。您看，这折子上的加税提议，臣妾已经驳回了。娘娘，内河那几个老东西跪在午门外，说是要见皇上最后一面。跪着，谁要是晕了就送回府，谁要是死磕就让他家属来收尸。那要是他们上书说您软禁圣驾，软禁？皇上病重，本宫医不解带侍病，这是千古佳话，谁敢乱传，舌头就别要了。有后误国，臣等求见皇上。皇后娘娘有旨，皇上静养，喧哗者当场拿下。秦家那些还没死透的远亲，最近在动。是，他们联合了几个御史，想参您外戚干政。
外戚？秦城都死了多久了？本宫现在没有外戚，只有爪牙。这几个带头的今晚就消失，做得干净点，别见血，弄成暴毙。奴才明白。娘娘，太子所袭应是仁德，如今朝堂是否过于肃杀了？太傅，仁德是对听话的人说的，对于想咬死太子的恶狼，本宫教他的只有杀心。重写，写威。母后，儿臣想见父皇。等你登基那天，自然能见到他。在那之前，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变得比本宫更狠。我要让他恨我，但更要让他怕我。慈母养不出真龙。皇上还能撑多久？回娘娘，最多3个月。3个月太长了，2个月后，本宫要让他无疾而终。你全家的命都在本宫手里，明白吗？那个贱妇竟敢软禁皇兄，真当我赵家没人了？王爷，朝中老臣多有不满，只要您清君侧，名正言顺。传令下去，联系城郊大营，下个月本宫要进京擒王。秦王，恒王倒是好胆色。娘娘，城郊大营的统领曾是皇上的旧部，恐怕不听使唤。那就换个听话的。罗猛，末将命在娘娘手中。恒王进京那天，本宫要看到他的头。至于城郊大营，如果有变动，格杀勿论。我曾以为秦家就是地狱，现在才知道，这紫禁城里的每一块砖都泡在毒水里。去冷宫看看那位废后。娘娘是说，恒王想造反，总得有个宫里的由头。废后留着这么久，该派上用场了。秦瑶，你来杀我了？不，本宫是来送你一份大礼。这是恒王给你的信，上面写着，只要你指认本宫毒杀皇上，他就保你出冷宫。赵恒，他想利用我。你可以选，拿着这封信去死，本宫保你母家最后一人；或者，本宫现在就让你消失，你全家陪葬。听到了吗？这就是弱者的声音。母后，父皇真的很痛苦，为什么不让大夫进去？因为他活着，就是你登基最大的阻碍。赵湛，收起你那廉价的眼泪。废后的绝笔信，好。秦瑶，这次看你往哪儿跑！王爷，娘娘今日去了皇家园林祭祀，宫中防守虚弱，正是时机。全军听令，进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妖后祸乱后宫，残害圣驾，随我进宫擒王！怎么没人？赵恒，本宫等你好久了。中计了，撤！娘娘有令，谋逆者格杀勿论。看清楚，这就是你要对付的人。你不杀他，他就会把你做成人质。赵恒，你以为你是在秦王，其实你只是我给太子准备的第一块垫脚石。赵恒死了，内阁那几个老东西今晚也会跟着去。皇上，您可以安心的走了，这天下我会帮您管好。传旨，皇上崩了。皇上驾崩了。娘娘，
内阁几位大臣带人闯宫，说是要验明正身，怀疑皇上死因。验尸？谁给他们的胆子？是王御史带的头，说是要清君侧，抓妖后。王御史，本宫当年送他青云直上，他现在想拿本宫的人头当垫脚石。这些人要的不是真相，是权力。他们怕我，怕一个女人踩在他们头上。秦氏祸乱朝纲，软禁圣驾，致使先皇不明而病。臣等冒死请见太子。王大人，你要见太子？妖后，你还敢露面？放肆！先皇病重期间，你在逛花楼养小妾。如今先皇驾崩，你来这儿要名声，这是你家私通横王的证据。你要见太子，好，本宫送你去见先皇。罗蒙，将这通敌叛国的逆贼拿下。母后，父皇真的不在了吗？赵瞻，记住，从今天起，你没有父皇了，你只有朕。如果你怕，就看看外面那些被斩首的人，你是他们的主人，还是他们的玩物，全看你自己。新帝登基，尊皇后秦氏为皇太后，临朝称制，垂帘听政。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三皇子，哀家会亲自教养，从此以后，他只有哀家一个母亲。当年别人想让我死，现在我成了决定别人生死的人。原来如此。既然我是土匪的种，那我就按土匪的规矩办事。我想过无数种可能，唯独没想到，我连那个人渣的血脉都不是。皇儿，你疯了！不许碰我母后，哪怕母后是土匪，也是天底下唯一疼儿臣的人。谁敢拿流言污蔑朕的家母？谁有异议？现在就去慎刑司，慢慢说个清楚。楚天，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低估了一个母亲。你千不该万不该拿皇儿的逃位当筹码。这世间最后一个知道那肮脏秘密的人消失了。皇儿，你的血现在是这世上最纯正的帝王血。瑶儿，别怕，你赢了。你不仅活下来了，你还保住了你娘的尊严，保住了你儿子的天下。你这双沾满鲜血的手最后就洗净了。我叫秦瑶，我曾是这世间最卑微的一粒尘埃，曾是这后宫最毒辣的一道影子，但我现在只是一个母亲。